各位朋友，大家好。在公元11世纪、12世纪的时候，在这个世界上同时存在着4个文明，按从西向东的顺序，分别是欧洲的基督教文明、中东的阿拉伯文明、南亚的印度教文明以及东亚的儒家文明。在这4大文明中，欧洲基督教文明与东亚的儒家文明相距最为遥远。对于欧洲人来说，他们当然知道在遥远的东方存在着这样一个大国，但这个国家具体是什么样的，他们的国民是如何生活的，欧洲人所知甚少。在公元前5世纪的时候，给他们印象最深刻的来自于这个古老东方国家的东西，就是丝。在拉丁语中，丝叫 Cyrus， 所以拉丁语中的中国也是 Cyrus， 就是丝国人的意思。他们认为赛利斯国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国度，那里世世代代的人们都在坚守着制造丝的上古秘法。在那时候的希腊人眼中，赛里斯人每个人都是身高有差不多2-3个姚明那么高，年龄相当于寿星老祖孙3代年龄的总和，而且红发碧眼，声如洪钟。到了公元1世纪的时候，有一位罗马的地理学家叫庞彭尼，他曾经生动地描绘了中国人的经商方式。他说，这是一个很公正的民族，那里人交易的时候，他们是将货物放在旷野之中，而购货的人会在货主不在的时候才来取货。还说这种经营方式是很著名的。公元1世纪的时候是中国的东汉时期，大家想想，那时候的交易方式是这样的吗？300年以后，欧洲人对中国有了更加进一步的认识。在公元4世纪的时候，有一位希腊的历史学家叫马尔萨林，他曾经这样描写中国。他说，赛里斯国疆域辽阔，物产丰富，可以说是应有尽有。他说那里的城市较为稀疏，但规模较大，人很多。给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中国人热爱和平的本性。他说那里的人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战争和如何制造兵器，他们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坐在一起修身养性，所以他们是世界上最容易和睦相处的邻居。而公元4世纪，中国恰逢乱世，八王之乱、五胡乱华都是在这个时期。在这之前，战争在这块土地上也从未停止。对于希腊人的这种说法，兵家之子孙子可能会跺跺脚、咬咬牙，把想说出来的话生生地咽了回去。而铸剑大师欧冶子干将则赶忙将刚铸好的宝剑藏于身后，然后忙不迭地说，差不多，差不多。所以由此可见，在历史上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欧洲人对中国人的了解是非常少的，或者说是非常的片面的。欧洲人对东方人的认识更多的是来自于与他们接触的阿拉伯人，因为阿拉伯文明正好是处在欧洲的基督教文明和亚洲的文明之间的位置，所以它就起到了一个沟通的桥梁作用。欧洲的文化中有很多阿拉伯的因素，比如说现在在欧洲和北美地区星罗棋布的各式大大小小的咖啡馆，而实际上最早的咖啡馆是来自于阿拉伯地区。大家知道伊斯兰教禁酒，所以呢，在阿拉伯人社区中不会有什么酒馆。阿拉伯人大部分的生活就是去清真寺礼拜，但清真寺毕竟是一个庄严神圣的地方，在那个地方闲聊的话似乎是有点不合时宜，所以阿拉伯人就发明了咖啡馆，在那里呢可以一边喝着咖啡一边聊一些轻松的话题。在阿拉伯人在咖啡馆喝咖啡的时候，欧洲还没有一间咖啡馆，大概是到公元17世纪的时候，咖啡馆这种文化才慢慢的传入到了欧洲，这才有了后来遍布大街小巷的咖啡馆。很多朋友喜欢喝摩卡，摩卡这个词呢是出自于中东也门的一个港口摩卡港，当时这个港口出口的大宗物品最多的就是咖啡豆。再有一个大家更为熟悉的就是阿拉伯数字，阿拉伯数字实际上是印度人发明的，那是在公元3世纪的时候，后来呢经由阿拉伯人之手传到了欧洲，欧洲人就误以为是阿拉伯人发明的，所以这个发明者的桂冠就戴在了阿拉伯人的头上。对此呢，阿拉伯人的反应也是咬咬牙、跺跺脚，说这可是你们说的。即使后来到了公元11世纪、12世纪，欧洲人对中国人的所知仍然很少。造成这种情况呢，其中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欧洲人觉得中国太遥远了，很难与他们有什么交集。其实呢，这也难怪，人们通常不会对与自己无关的事情产生过多的兴趣。
就比如说蜥蜴人，蜥蜴人很神秘，很有趣，但大部分人觉得这离自己的生活很远，所以呢也不愿意更多的去了解。但如果有一天，我说如果有一天有人敲门，你打开门以后，发现站在门外的是一个蜥蜴人，而且你也认出来了，这个蜥蜴人就是你家的邻居。这个蜥蜴人问你有没有看到他掉落的尾巴，你当然矢口否认。关上门以后，我相信你一定会认真的研究关于蜥蜴人的知识，他们到底住在哪里，他们是怎么生活的，他们到底有没有什么危害性，而且你还会反复的扪心自问，我昨天晚上吃的红烧牛尾，现在想起来这味道确实是有点怪。到了公元13世纪，敲门的人又来了。这次来敲西欧人家大门的并不是什么蜥蜴人，而是比蜥蜴人更可怕的蒙古人。蜥蜴人要的不过是他掉落的那个尾巴，而蒙古人要的是西欧人家里的全部财产，甚至还包括他的命。但西欧人真的是非常的幸运，2次蒙古西征，每次都堪堪打到了他的家门口。但就在这个时候，蒙古的大汗就突然去世了。领军的主帅拔都也好，序列乌也好，作为黄金家族的成员，必须赶回蒙古的哈拉和林去参加推举新可汗的忽里台大会。于是欧洲得救了，2次蒙古大汗的死换来了2次西欧的生。拔都、序列乌他们就是读书少，如果他们早读点汉书，知道有一句叫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话，那么欧洲恐怕就已经被伊斯兰化了。顺便说一下，在公元11世纪到13世纪的时候，世界上的这几大文明中，东亚文明和阿拉伯文明都远远的领先于欧洲文明。欧洲那时候正在处在中世纪，是举步维艰，而印度文明早已经是停滞不前了。但蒙古人的出现改变了这一格局，蒙古人摧毁了当时正处在最璀璨时期的阿拉伯文明，征服了东亚的儒家文明和印度教文明，最后只剩下了一个西欧的文明未被冲击。这也就构成了在以后漫长的历史时光里，欧洲文明处于领先地位的重要基础。2次幸免于难，不由得让西欧人对此是心怀余悸。以前遥远的东方与他们毫不相干的蒙古人、东方人，引起了他们强烈的兴趣。他们迫切地想知道这些人到底是个什么人，他们是怎么生活的，他们为什么这么强大。而此时公元1299年，一本书《事实》的出现满足了欧洲人的兴趣，他们开始对这本书趋之若鹜。这本书被翻译成了诸多的版本，在欧洲人中间流传。通过这本书，他们了解到了那些曾经叩响他们家门的蒙古人是怎么生活的，他们的帝国又是如何的强大。这本书从一个欧洲人的角度展现了当时元帝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而这本书的作者也成了大家热议的对象。大家一定猜出来了，这个人叫马可波罗，这本书就是《马可波罗游记》。这本书一经问世，质疑声就不断，很多人包括一些重量级的专家都指出了这本书中的很多明显的错误，而事实证明这些错误确实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很多人得出结论说，马可波罗并没有到过中国，他只是到了黑海沿岸地区，在那里听一些波斯商人或者是一些去过中国的人描写了中国的情形，然后马可波罗对这些资料进行了汇总，再加上自己的一番演绎，才有了这部《马可波罗游记》。那么马可波罗到底有没有到过中国？他的这部游记是不是并不是出自于他自己的亲身体验，而不过是在用自己的口讲述着别人的故事呢？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有趣的话题。马可波罗据推测是生于公元1254年，人们经常说他是意大利人，但准确的说，他应该是威尼斯人。当时的威尼斯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威尼斯共和国。马可波罗出生的时候，正是蒙古帝国第3次西征的时候。这次由序列乌统帅的西征开始于公元1252年，到了公元1259年的时候，西征就已经结束了。这也是蒙古帝国的最后一次西征。所以说，在马可波罗长大以后，就再也没有机会经历蒙古人的威胁。马可波罗的父亲和他的伯伯都是威尼斯著名的商人。据游记记载，他的父亲和他的伯伯在公元1266年的时候曾经到了中国，到了元大都，见到了忽必烈。
忽必烈热情地欢迎了他们。后来呢，还向他们提出一个请求，让他们回到欧洲以后见到教皇，给忽必烈捎一封信。信的大概内容就是忽必烈希望教皇能够允许派遣100名欧洲的基督徒，同时也是有学问的人来到元帝国，他们可以在元帝国的范围内传教，当然也要帮助元帝国治理这个国家。但等他们回到欧洲的时候，当时的教皇已经去世了，正在等待着新教皇的产生。好在最后新教皇还是接见了他们，二人向新教皇转达了忽必烈的问候和他的请求。新任教皇只是做了礼节性的回应，但并没有答应忽必烈提出的派遣100名有学问的人来元帝国的要求。9年以后，老波罗们又一次回到中国，向忽必烈复命。虽然事情没办成，但忽必烈仍然非常高兴，认为两个人守信用。而此次与他们两人同行的就是老波罗的儿子小波罗。马可波罗那时候20岁左右，他非常的聪明，赢得了忽必烈的喜欢。忽必烈还封他很多的官，让他去地方去管理各项事宜。由此他也去了中国的很多地方，经历了很多的事情。一晃10几年过去了，到了公元1292年，忽必烈委派他们父子的一项使命，让他们经水路从泉州出发，护送蒙古的公主阔阔真到伊尔汗国去成亲，并且忽必烈答应他们，在完成任务以后可以转路回国。就这样，到了公元1295年的时候，马可波罗父子二人又回到了欧洲。3年以后，威尼斯与热那亚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海战，马可波罗作为威尼斯人也参战，后来被热那亚人俘虏，被关在了监狱里。在狱中，他结识了一位狱友，叫鲁斯蒂谦。鲁斯蒂谦呢，也是一名文学青年。两人在一起闲聊的时候，马可波罗经常提到他在东方的这段经历，鲁斯蒂谦觉得很有趣，而且在监狱里反正也无事可做，所以两人就决定合作出一本书，由马可波罗口述，鲁斯蒂谦形成文字。这本书写了大概1年的时间，就是后来轰动全球的马可波罗游记。这本书一面世，马上就引起了公众的兴趣，同时呢，也引来了诸多的质疑。这一点从意大利人给这本书起的名字就能看出来。这本书的名字大家都知道叫《马可波罗游记》，但这个是中文版的名字，英文版的名字直接翻译过来应该叫《寰宇记》。而当时的意大利人并没有用这个名字，而是起了一个戏谑的名字，叫百万。之所以这么叫，是因为马可波罗在这本书中经常使用百万这个词来形容数量巨大，比如说100万的房舍、100万的人口、100万的马匹等等。意大利人觉得这个数字太大，大的不可信，所以就质疑马可波罗说的事情的真实性，而且将他称之为百万先生。他的这本游记也就被称作了百万，这个名字的本身就透着一股的不信任。不光是民间怀疑游记这本书的真实性，很多专家也对此提出质疑。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不断的就有专家对游记提出质疑。比如说那不勒斯大学的一位教授叫佩雷拉，他就提出了对游记的几项质疑。在游记中曾经描写过蒙古对日本的2次战争。马可波罗说是在第1次战争中，船队从高丽出海以后就遇到了台风，船队遭受了极大的损失。但实际上遭受台风攻击的那次对日本的攻击是发生在7年以后的第2次。佩雷拉教授质疑说，如果马可波罗真的是参加了这2次海战的话，那么他不可能混淆这相隔7年之久的2次攻击。而且这位教授还提出，考古发现现在在日本海域发现的元朝的战船的残骸是3轨船，而在马可波罗的技术中说元朝的舰队使用的是5轨船。还有就是襄阳作战中元朝人使用的回回炮。马可波罗游记中说这是马可波罗和他的爸爸叔叔帮助元朝人制作出来的，但实际上根据史书记载，献出这种巨炮的人是2位波斯人，一个叫伊斯马因，一个叫阿劳瓦丁。有人说可能伊斯马因就是马可波罗，主要名字可能是搞错了，但时间也不对。史书记载襄阳之战发生在公元1272年，而1272年的时候，马可波罗还在中国的路上，他根本不可能参加襄阳之战。马可波罗多次用波斯语来描述地名或者是物件的名称，而并不是用当地的语，这点也非常令人起疑，不禁就让人联想起了有人说马可波罗并没有到达中国，他的这些游记不过是在黑海边上听一些波斯商人告诉他的。
所以这些地名和物件的名声才用的是波斯语。比如说，马可波罗在游记中曾经提到，元朝人用于加强船只水密性的东西叫 tuna， 但翻遍蒙古语和汉语都找不到这个词，最后才发现这是波斯语沥青的意思。说到这波斯语啊，我突然又想到了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大家知道有一种绿色的宝石，我们通常称之为祖母绿。这个名称呢，并不是像郭德纲跟于谦所说的是祖母把祖父绿了，或者是祖父把祖母绿了。这个名称最早的出处是出自于波斯语，因为这种绿宝石本来就是从波斯引进到中国的。在元朝的时候，这种宝石叫注目刺，听起来也很像祖母绿。后来到了明朝的永乐年间，祖母绿这个名称才算是固定下来。所以说这个名称跟祖父祖母的桃色新闻一点没有关系。再有，马可波罗在他游记中曾经提到，他深受忽必烈的器重，忽必烈给他委任了很多官，他也曾经被忽必烈派到扬州担任地方的行政长官。可是查遍中国的史书，并没有在其中找到任何关于马可波罗的痕迹。或许这可以解释为马可波罗当时的官职太小，还到不了入史的程度。但他既然曾经担任过扬州的地方长官，地方志至少应该有他的名字，但也没有。而且还有一些学者指出，游记中还有很多明显漏记的部分，比如说没有提到中国的万里长城，没有提到妇女裹小脚，没有提到当时中国先进的印刷术，没有提到茶叶，没有提到筷子，等等等等。这些专家们认为，这些都是大大迥异于西方的东西，这样的事情本应该写入游记之中，没有写，那有可能你根本就不知道。面对如此之多的质疑，马可波罗又是怎么做的呢？他并没有去辩解，或许他曾经去辩解过，但发现这根本就没有用，因为你永远无法唤醒一个装睡的人。面对诸多的质疑之声，他只能将自己关在家里。据记载，从东方回到家乡以后，终其一生，他都没有再出外远行。公元1324年，重病缠身的马可波罗已经到了弥留之际，他将他的财产分给了教会和他的3个女儿。马可波罗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在他弥留之际，天主教会的人让他忏悔，希望他能够收回在书中记载的那些令人质疑的地方，但马可波罗拒绝了，并且说：“我写的还不如我见到的一半。”他的这份遗嘱现在还保存在威尼斯的博物馆中。遗嘱中并没有马可波罗的签字，因为马可波罗是一个文盲，他只是在上面摁了一个手印。我们很难想象，当我们拿到这本马可波罗游记，上面清清楚楚地写着作者马可波罗的时候，却不知道作者原来是一个文盲。中世纪的时候，欧洲人的识字率非常之低，识字的基本上就是教士，包括那些贵族们也有很多都是文盲。这一点呢，远远不及同时代的阿拉伯人和中国人。中国在那时候早已经发明了印刷术，而同时期的欧洲还全靠抄写。这也就是为什么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总共有150个版本，但没有2个版本是完全一样的，因为在抄写过程中都会不断的发生遗漏或者是增添。另外，在马可波罗的遗产中，并没有发现一件是来自于中国的物件，这也成了质疑马可波罗是否真的到过中国的那些学者们的有力证据。马可波罗真的就是一个骗子，他写这本书的目的难道就是为了盈利，为了哗众取宠吗？有一些中外专家也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比如说德国的汉学专家傅汉斯先生，在他的一本书叫《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货币、食盐、税收方面的新证据》。在这部书中，他对很多的质疑之声都做了回应。比如说，质疑之一就是马可波罗并没有提到长城。可是现在我们印象中的巍峨雄伟的长城，那是明长城。在元朝的时候，长城不过是一些土堆，并没有什么稀奇之处，不会引起人们那么大的兴趣。而对于那些漏记的部分，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茶叶呀、妇女缠小脚啊等等，这些事情其实也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毕竟马可波罗在元朝，他应该是属于色目，色目人有色目人自己的社区，他们并不是跟汉人生活在一起。这就跟我们现在很多中国人到了欧洲或北美以后，不熟悉西方人的生活习惯是一样的。而且像缠足这种社会现象，是到了清朝以后才普遍成为了一个社会问题，在元朝的时候并没有这么明显。女人缠不缠足都可以嫁得出去，即使在明朝也没有发现很多妇女缠足的记录。现在出土的一些元朝、明朝女性的尸体，还有当时女性穿的鞋，大部分还都是正常的尺寸，
只是到了清朝以后才大量的出现那些变态的缠足，所以很有可能在元朝的时候缠足并不普及，即使有一些也只是为了美观而已，就像南宋时期一样，那些爱美的女性想让自己的脚变得更加的纤直，而不是弯曲变形，这一点还是有本质的区别的。所以马可波罗没有写缠足这件事情应该也是可以理解的。再有，大家别忘了，马可波罗写的不过是一本游记，它并不是一本史书，更不是一本百科全书，你不可能要求它能够做到面面俱到。英国有一位学者亨利曾经说过这样一番话，说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市的档案室里的找不到哥伦布胜利入城的记载，在马可波罗的游记中没有提到中国的万里长城，在葡萄牙的档案里也没有阿美利加奉皇命出航的记载，而这三者都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如果只以一本游记中没有记载它应该记载的事情而质疑这本游记的真实性的话，那基本上可以否定世界上所有的游记。同样的道理，如果以马可波罗游记中所特有的而在其他游记中没有记载的事情为标准的话，那么是不是也可以否定其他游记记载的真实性呢？这肯定是不可以的，这是对游记作者的一种苛求。相比较马可波罗漏写的部分，他同时也记载了很多当时在中国特殊的事情，比如说煤炭，马可波罗管它叫黑色的石头，说这种石头非常的耐燃，甚至可以燃烧整晚用于取暖。马可波罗还说，当时上都有很多这样的石头，人们用它来烧火取暖洗澡，那里的人们一周可以洗3次热水澡，这对于欧洲人来说肯定是难以想象的，欧洲人可能一年都洗不了3次澡。当然了，这也造就了欧洲的香水业非常的发达，而那时候的欧洲还并不认识煤炭。他曾经还提到了在中国云南的一个少数民族有一个奇特的待客习俗，就是当男客人来的时候，主人会让自己的妻子负责接待客人，并且满足客人的一切需要。而后来据国家地理杂志组成的考察团调查，情况确实如此。在中国的一些少数民族确实有这样的习俗，他们认为外来的人是聪明有智慧的，能为自己的家庭带来新的血统和美好的前景。马可波罗对元大都的描写是细致入微，很难想象如果他不是在那个地方生活了很长时间，如果仅仅是听那些波斯商人们道听途说得来的资料编撰而成的话，应该不会有人对他讲的这样的细致。通常呢，只会说这个城市很大，城墙很高很厚，宫殿非常的巍峨雄伟，仅此而已，不会具体到游记中所描写的细致程度。当然了，也有人说马可波罗游记有可能是抄自于一名波斯人写的游记，所以里面才会有如此详细的描写。但是迄今为止，我们并没有发现这本所谓的波斯人写的游记。如果要说马可波罗剽窃的话，至少应该找到那本被他剽窃的原件。在没有找到这份原件之前，这样的说法只能是一种猜测。在中国的史书中确实没有见到有关马可波罗的记载，但其实这也不足为怪。在同一时期，罗马教皇本笃12世也曾经派出自己的特使访问大元，但在元朝的史书中也同样没有记载。况且虽然在史书中没有找到马可波罗的名字，但是呢，依然能够找到只言片语，从侧面证明马可波罗确实来过中国。那是在1941年，当时还是西南联大学生的杨志久先生无意中在永乐大典残片中的京士大典战敕中发现了这样一则历史记录。这实际上是一则公文，内容呢就是向上级部门申请一笔差旅费，目的呢是为了护送一位蒙古公主去伊尔汗国成亲。这本是一则再普通不过的公文了，但是呢，在这则公文中提到了3个人的名字，就是护送蒙古公主阔阔真去伊尔汗国的3名使者的名字，他们是乌鲁傣、阿比什阿还有活者。无独有偶，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也提到了这件送亲的事情。视频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过，马可波罗和他的父亲还有伯父是在公元1291年征得了忽必烈的允许，在完成护送阔阔真公主到伊尔汗国成亲的任务以后，就可以顺道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乡威尼斯。在游记中，马可波罗也提到了这3个使者的名字，他们是 Vlake、Apuska 还有 Koja。2份使者名单上的发音基本上完全一致。毫无疑问，这是2件相互独立的史料对同一件事的记载。当我们翻看伊尔汗国的历史，当时伊尔汗国有一个宰相叫拉施特，
他同时也是一位历史学家，后来他写了一部历史巨著叫《史记》。在以前的节目中，我也多次引用过《史记》中的内容。在《史记》中，拉施特也提到了这次送亲的活动，而且他还特别提到当时的送亲使者叫寇甲，就是活者。但很奇怪的是，他并没有提到另外2名使者的名字。那另外2名使者去哪儿了呢？我们在马可波罗游记中找到了答案。在游记中非常清楚地记载着，那2名使者是在路途之中就已经死去了。试想一下，如果马可波罗不是亲历此事的话，他怎么可能知道这3名使者的名字，而且还确凿无疑地说其中2个已经在路途之中过世？或许有人会说，也许是马可波罗或者其他的什么人也翻看了拉施特的史记，知道了这件送亲的事情，也知道了使者的名字，然后将这件事情加入了游记之中。这件事情或许并不是马可波罗亲历的，听起来挺有道理，但实际上这种推断是不成立的。因为拉施特的史记是出版于公元1310年，而马可波罗游记是在公元1299年面世的。也就是说，马可波罗游记在前，拉施特的史籍在后。那么既然能够证明马可波罗是在那时候随着送亲队伍离开了中国的话，那自然也同时证明了马可波罗确实来过中国。当然，我们还不能排除另外一种可能，就是送亲这件事情是真，送亲的3名使者的名字是真，只有1个使者还活着的这件事情也是真，但所有的这些事情都与马可波罗无关。这件事情有可能是发生在其他某人身上，有可能是羊可波罗，也可能是牛可波罗，或者是另外某种水果，但不一定非得是马可波罗。这种说法呢，我觉得也不大可能成立。马可波罗在游记中提到送亲这件事情，并不是想渲染自己如何如何。按他自己的记载，送亲的3名使者中根本就没有他的名字，他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个陪同。在游记中之所以记载这件事情，不过是马可波罗想告诉我们他最后是怎么回国的。如果送亲这件事情根本就与他无关的话，那么他完全没有必要把这件事情安在自己的头上，因为这样做也不能够拔高自己，甚至多少还有点贬低。说起来也曾经是扬州的地方长官，最后连一个送亲使者都当不上，这好像也没什么可炫耀的。所以如果送亲这件事情根本与马可波罗无关的话，那马可波罗完全就可以不提这件事情，只说他得到了忽必烈的允许，然后在1291年回国了，就这么简单，就完全可以了。他没必要旁生枝节，在这个对自己没有任何益处的地方撒一个谎。有些朋友可能已经注意到了，马可波罗说忽必烈如何的器重他，如何的喜欢他，对他委以重任，委托他主管扬州事务。但是呢，在送亲的时候却连一个使者都混不上，这多少让人觉得有点矛盾。我觉得杨志久教授发现的这则史料不仅能够证明马可波罗确实是来过中国，而且还说明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马可波罗在这件事情的记载中无意中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他在中国的经历远没有他在游记中记载的那么辉煌。他可能真的见过忽必烈，但可能也只是远远的看见。他记得忽必烈的样子，但忽必烈未必记得住他。他没有被委任为扬州的最高行政长，他或许可能在扬州做过一些财务税收方面的工作，而且他的这个工作很可能是在体制以外，相当于幕僚或者是顾问之类的。我们以前讲过，元朝的时候很多的财务税务方面的事情蒙古人都交给了色目人来负责，所以很有可能做的就是这方面的工作，但可能根本就没有什么品级，甚至都不在官员的序列之中。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扬州的地方志之中，大小官员中我们都找不到列的名字。当然没有参加过元朝对日本的2次战争，所以他在这方面的记忆有点模糊。他可能一边做着顾问的工作，一边呢又继续经商，他会四处游历，所以在他游记中记载的中国很多地方特殊的风土人情，这些呢大多都是属实的，因为这是他亲身经历的。他常年的生活在色目人的圈子里，他们交流的语言用的是波斯语，所以在他的游记中，关于中国的一些地点或者是物件用的都是波斯的名称，因为这是他们交谈中常用的语言。就好像我们现在身处国外，很多人就习惯性的将 Chinatown 一直称作唐人街，这是我们中国人的称呼。他当然没有参加过什么襄阳战役，那个回回炮更是跟他半毛钱的关系都没有。从这件事情的记载上，我们也能够看出马可波罗是一个喜欢说大话的人。
或许这是出于商人夸夸其谈的本能，也或许是与他的合作者有关系。当时在狱中将马可波罗的口述转化成文字的那位作家鲁斯迪谦，他本来就是专门写骑士文学的作家，所以在他的笔下，马可波罗自然也就会带一点骑士的光环。在杨志久教授发布了有关这则史料的论文以后，当时呢，因为正处在二战时期，东西方交流被隔绝了，很多西方的学者并没有看到杨教授的论文，但是呢，他们在这段时间通过查考伊尔汗国的历史和蒙古国的历史，也得出了马可波罗是在公元1291年离开中国的结论，从侧面也证明了杨志久先生论证的可靠性，而且也印证了马可波罗确实曾经来过中国。这方面的考证可以说是与杨教授是不谋而合。在这里呢，我想顺便说一句，在网上呢，我看到一些文章把马可波罗是否来过中国这件事情的讨论说成了是中西方学者的尖锐对立，也就是说，中方的学者都认为马可波罗来过，而西方的学者认为他根本就没来。其实实际情况根本就不是这样，在西方的学者中有很多说他是没来过，但也有很多说他来过。中国的学者也一样，仅仅是学术方面的讨论，并不存在中西方的对立。马可波罗是否真的来过中国，这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而不是一个政治问题。德国著名的汉学教授傅汉斯先生就曾经在他的专著中坚持认为马可波罗确实曾经来过中国。在他的专著《马可波罗到过中国：货币、食盐、税收方面的新证据》一书中说，马可波罗对中国当时的货币、食盐、税收政策方面的记载非常的详细，在当时的欧洲、阿拉伯或者在波斯文的文献中都找不到类似的准确而详尽的描述，说明这些独家的描述只能是来自于马可波罗本人的经历。所以综上所述，我认为马可波罗很可能曾经真的来过中国。他在游记中的一些记载可能是有些夸张，这些夸张有可能是来自于他本人的夸夸其谈，也有可能是来自于他的合作者，或者是来自于以后的那些抄录者。游记中也有一些错误的地方，我觉得这其实也无可厚非，毕竟马可波罗在中国生活了10几年，他在口述的时候是在回忆几年甚至是10几年以前发生的事情，而且又是在监狱那种恶劣的环境之下，手头没有任何当年留下的物品或者是资料可供参考，这样的口述难免出错。大家设想一下，如果让我们回忆3个月以前做的事情的时候，是不是有时候也会记错，也会张冠李戴呢？再有很重要的一点，别忘了马可波罗写的就是一本游记，它并不是一部史学专著，而这本游记却要经过史学家的眼光去甄别，这多少是有些苛求了。欧洲人之所以质疑游记的真实性，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公元16世纪以后，大批的欧洲传教士来到了中国，在他们回去以后，也写了很多关于中国现状的文章，而在他们笔下的中国，与马可波罗笔下的那个满地都是黄金、天堂般的中国截然不同。在他们的笔下，中国到处充斥着的是贫穷、落后和愚昧，所以欧洲人不禁就会发出这样的疑问：你马可波罗当年记载的是真的吗？人类社会不是应该一直向前发展吗？文明不是应该一直向前推进吗？人们的生活不是应该越来越好吗？就像我们欧洲人从中世纪走出来以后，不是变得更加富足、更加文明吗？为什么在中国却出现了这样大的倒退呢？欧洲人不会知道，在这几百年中，中国经历了什么，在这几百年中，中国失去了什么。马可波罗来中国的时间是在公元13世纪末期，300年以后，也是明朝的万历年间，一名叫利玛窦的传教士也来到了中国，他也写了很多关于中国的文章。又过了200多年，一名叫马戈尔尼的英国人带领他的使团也来到了中国，那时候正值所谓的乾隆盛世。从马可波罗到利玛窦到马加尔尼，正好经历了中国的元、明、清3个时期。在这3个外国人的笔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是如何一步一步地走向衰落。而在同一时期的欧洲呢，马可波罗来的时候，欧洲还处于黑暗的中世纪，而利玛窦来的时候，欧洲已经经历过文艺复兴的洗礼，正在开始崛起。而马加尔尼来的时候，欧洲已成了列强，实力远超大清。而此时所谓的乾隆盛世，不过是一个自吹自擂、夜郎自大的笑柄而已。此时的大清朝已经是全方位无死角的封闭和愚昧。我们就是这样
被世界远远地抛在了后面。而所有的这一切，正是从元朝开始，从马可·波罗笔下的繁荣开始。那些繁荣并不是元朝的。马可·波罗来到中国的时候，正值忽必烈执政期间，那是元帝国的初创期间。除了元大都的巍峨壮观属于元朝以外，马可·波罗底下的临安不是元朝的，那曾经是南宋的都城。马可·波罗笔下的黑色石头煤炭，也不是元朝的时候中国人才会使用的，在汉朝的时候就有了。数百万家尽养石炭，无一燃心者，那说的是北宋汴京的情景。宋朝时期已经废除了宵禁，所以我们才能看到《清明上河图》，所以才会有月落柳梢头，人约黄昏后。而元朝开始，宵禁又恢复了。从汉文帝开始，中国就已经废除了肉刑，到了元朝又都恢复了。宋朝时期早就废除了录影制，元朝时期又捡起来了，说这样可以加强人的控制。宋朝时期早已经废除了奴隶制，元朝时期又都恢复了，不过改了一个名字，叫驱口制，也就是供人驱使的人口。宋朝时期主仆之间的关系是雇佣关系，而到了元朝，主仆之间就变成了主人与奴隶的关系。宋朝时期的海上贸易非常的发达，但元朝自夸的宽松的经济政策下，却在不足100年的统治时间内，曾经4次实行过海禁。当蒙古人入主中原以后，他们那种带有强烈中世纪色彩的社会制度，摧残了当时原本处于巅峰状态的中原文明，让唐宋变革所开启的近代化方向中途夭折。在以后的2个朝代，明成元制、清延明制，这种趋势并没有得到扭转，而且是越走越远。由此以后，中华文明也就从此走入了茫茫黑夜之中。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赞订阅。这里是风下杂谈 Frank， 为您带来有温度的历史，咱们下期节目再见。